上期视频中，我们测试了5代 i7ES 处理器 QHH0，结论是频率过低导致性能低下。今天我们来玩一颗可以超频的6代 i7ES，代号 QHQG，准确来说是 L501P4 版本，拥有当时 i7 同款的4核心8线程规格，带 HD530 核显，但默认基础频率只有 2.2GHz， 单核 2.6GHz， 多核 2.4GHz。这样的参数在正式版本 CPU 里是找不到的，因此早期某些软件会把这颗 CPU 识别为 i7-6400T。主板方面，因为是6代工程样品，需要早期版本的 BIOS 才可以兼容，因此100系主板是自然的选择。理论上 Z170、B150、H110都可以。考虑到做工用料和超频能力，我这里使用的是一张华硕的 Z170AR。依然属于华硕主板的终端守门员，超频性能和各方面功能都是相对较好的。虽然比起 Z170A 阉割了 VGA 和 DVI， 但是至少保留了 HDMI 接口和 DP 接口。BIOS 的话，直接去华硕官网下载1902版本就可以了，这应该是支持 QHQG 的最后一版。其他品牌主板可以参考这个发布日期，找更早的版本，2016年8月之前都行。内存依然是一对金百达银爵 8G3200C16， 亮机没有任何问题，直接进入系统，一切正常。CPU-Z 多核1400分，单核266分。烤机时 CPU 依然只有30多度，核心电压 1.088 伏，功耗只有20多瓦。游戏的话，考虑到 CPU 理论性能比较孱弱，还是用上期出现过的 GTX 1080。先看一下黑神话 1080P 中画质 66% 超采样，在这样一款众生平等的游戏中 CPU 影响不大。QHQG 与上期的 QHH0 表现相当，比 E5 要低几帧。CSR 1080P 最低画质原生分辨率，跑分地图中能有个100帧出头，比 E5 还要低一些，实际游戏中就只能50多帧了，玩得非常头晕。接下来重点来了，我们进入 BIOS 开始超频。进阶模式下可以先打开 XMP 快速设置内存参数，我这对于内存可以跑到 3200C16。由于是锁倍频的，因此采用超外频的方式，设置外频150，倍频24倍，这样 CPU 实际频率是 3.6G， 核心电压 1.25 伏，防掉压2级，关闭节能选项，保存重启，重新进入系统。CPU 频率和内存频率都正确。此时 CPU-Z 得分多核2148分，单核413分，比起墨屏时提升都有 50% 以上，比较符合理论预期。而且此时烤机依然只有50多度，功率45瓦左右。超频过后，看一下古墓丽影暗影 1080P 高画质，显卡可以做到全程满载，最终平均帧113帧，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。2077 1080P 中画质，同样是显卡接近满载，最终平均帧90帧，与E5基本一样。黑神话 1080P 中画质 66% 超采样，比起前2个游戏，这里是显卡瓶颈，不过还是多了几帧，与 2640V3 更接近了。重点看一下 CSR 1080P 最低画质原生分辨率。如果说前面几个游戏是因为显卡瓶颈提升不明显的话，那么这里可能更能说明问题。跑分地图之前墨屏100帧出头，现在全程200多到300帧。而且由于 CPU 以及内存频率都比之前的 X99 平台更高，实际游戏体验甚至会比 2640V3 更好，可以做到流畅120帧以上，算是近期测试几个 CPU 中最好的表现。一直到这里，这颗 CPU 的表现其实都还算让人满意。但是接下来的故事简直是噩梦，因为 QHQG 是有核显的，原本我想再测试一下搭配 RX 580无头版的表现，于是 DDU 卸载驱动之后换上了无头580，但是呢画面一直闪烁，在排查了 DP 线和显示器后，我推测是显卡驱动没有卸载干净，索性选择直接重装系统，但是结果还是一样，最终发现在 CPU 墨屏的情况下，不管核显还是独显都能正常工作，而在超频之后，如果是搭配独显、核显自动禁用的情况下，那么工作正常；如果是核显输出，那么在 BIOS 里面正常，进系统后一定画面闪抽。
翻了下网上别人对这颗 U 的折腾记录，有因为核显频率过高导致超频失败的，但是在 BIOS 里降频后都能正常工作。而像我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是没有见到过的。所以目前我能想到的最后思路是魔改 BIOS、更新 VBIOS 和 GOP 模块。但是这方面确实不是特别懂，还在研究中啊。欢迎有了解这个问题的大佬在评论区指点一下。总的来说，这是一颗比较有趣的 CPU， 超外频让它的可玩性比较高。此外呢，官方原生 BIOS 不需要魔改，也少了一点点折腾。同时，相比于 QLRX 之类的魔改 ES，QHQG 本身自带顶盖，也不用担心压碎。但缺点也很多，除了上面说的超频后核显 bug 问题，这个 CPU 本身超频能力也没有网上说的那么强。我只能做到外频160，等效3.84G。再高的话呢，在系统里面不稳定，容易卡死。此外，老版本的 BIOS 在内存兼容、硬盘兼容、稳定性以及安全性各方面都比不上新版。那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如果解决了核显问题的话，我会再追加一期。感谢收看，下期再见。